东明，我知道你着急。战印听到好友抱怨他的话，颇有点哭笑不得的，说的他好像一点都不关心大姨姐似的。只要他还爱着海童，他都会关心大姨姐的安危。那是海童唯一的姐姐，养大海童的姐姐。他对海玲尊敬的不得了，在他眼里，海玲既是他的大姨姐，也等同丈母娘的。小夫妻俩闹点小矛盾，他都是向海玲投诉，海童不搭理他。他委屈了，也是向海玲诉屈的。海童都说他没见过哪个男人动不动就回老婆娘家告状的。他战印居然是那种人，我怎么可能不关心我姐？那是我老婆的亲姐姐，等同丈母娘的，长姐如母吗？海玲当初以15岁的年纪，带着10岁的妹妹生活，照顾妹妹，既是姐姐又担了父母的角色，不仅自己变得优秀，也培养的妹妹很优秀。我也劝我姐回来的，但是我姐说以前的事，就算有钟爷爷当人证，未必能让凤家主以命偿命。毕竟事情过去了40-50年，早就过了诉讼期。我姐不甘心，她想让凤家主以命偿命的。现在凤家主要跟我们4个鱼死网破的，就是我们抓到他把柄的时候，才能让凤家主以命偿命。放心，我已经加派了人手过去保护我姐的，还有商无痕傍晚时已经飞往江城，现在他跟我姐会合了，浩宇也在那边，还有乔家呢，我姐不会有事的。战印安慰着好友，我姐还特意叮嘱我不要让你知道，怕你担心着急，只是瞒不住。东明，你也别着急，你着急，我姐知道了，还得分心安抚你的情绪。陆东明闷闷地道，我哪敢给海玲打电话，就怕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影响了你姐的心情，我心里闷，都怪我没用。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偏偏在心爱的女人身陷险境时，他却不能去她的身边，无法帮到她的忙。安排再多人过去，他都不放心呀。我好怕他又像上次那样受伤。他上次受伤的一幕，我只要想起来都心有余悸。还有他出去江城就遭到了暗算，我怕呀，担惊受怕的。战印，我宁愿海玲就是个普通的女人，不需要她有什么家庭背景，只要她简简单单的。我也不需要她成为多厉害的女强人，只要做她喜欢做的事情就行。我能给她最好的生活，能养她一辈子。我也不嫌弃她的家庭背景，哪怕她是乞丐的女儿，我认准了她，就是她绝对不会嫌弃她的。陆东明又捶打自己的双腿，战印不得不阻止他，严肃地叫着：东明，你别这样行吗？你这样子，我们谁都不好受的。我姐要是知道你怨怪自己，她更加的难受。陆东明不吭声了，相信我姐，相信我们大家，相信邪不胜正的。凤家主当年害死了他的亲姐和妹妹，总会有报应的，我就不信老天爷还能偏袒着他。为了安抚陆东明的情绪，战印连老天爷都搬出来了。钟爷估计也会去一趟江城，只是他老人家年事已高，不宜老是远程奔走。商家比我们更着急更担心的。陆东明问道，钟爷是谁？战印，哦，忘了告诉你。他便将钟爷的事告诉了陆东明。陆东明听说找到了上任凤家主的助理，才明白江城那边的局势为什么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他沮丧着说道，我知道你们瞒着是我，是不想让我跟着着急担心，可是我心里还是很难过很自责。那天我开车要是注意点，车速没那么快，我也不会出车祸，不出车祸，我的双腿就不会残了，你们也就不会事事都瞒着我了。战印，东明，主要是这2天事情太多，他没有再说下去。有些事他们瞒着陆东明，的确是考虑到陆东明行动不便。陆东明沉默了良久，抬头看着战印，说道，有那些老前辈在，我也放心点了。战印，很晚了，你怎么不回家？
战印老实的道，江城那边的局势巨变，我还没有告诉彤彤，我姐叫我先瞒着彤彤，说她怀着身孕，别让她担心。姐妹俩遇到危险时，总是海玲冲在前面替妹妹遮风挡雨。陆东明又不说话了，过了几分钟后，他说道，海玲总是这样，她也是为了你们好，你行动不便。我家彤彤又怀着身孕，虽说孕期满了3个月，太坐稳了，也不宜太过紧张的。洋洋吵着要去风尘山庄找龙庭玩，就让姨甥俩去君家住一段时间吧。战印想着等到海童姨甥俩从风尘山庄回来，江城那边估计都落幕了。你瞒着海童，他知道了又得跟你闹。陆东明说道，到时候有你好受的。我是听我姐的，她跟我闹一闹，我忍忍就过去了，只要我姐平安归来，她也不会跟我闹得太厉害的，顶多就是把我赶到书房去睡几个晚上。战印继续说道，到时候我睡觉不盖被子，只需1个晚上就能感冒，彤彤就会心软的了。好友是越来越能拿捏住海童了。你会去江城吗？陆东明是希望好友能够带他去一趟江城的。战印答道，我明天再过去，跟彤彤说我要出差一趟就行了，一定要将你姐平安带回来，我等着和她领证结婚呢。战印承诺地道，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都会将我姐平安带回来的。陆东明又不说话了，别想那么多了，会没事的。我就担心那个老巫婆今晚动手，她不可能等你们都过去了才动手，除非她想将你们一网打尽，杀个精光。陆东明蹙着眉，悬在心头上的石头始终无法落地。凤家主没有那个能力将商太太等人杀个精光，他只能针对着海玲布局。知道海玲身边人多，为了防止管城这边增派人手，凤家主肯定会来个速战速决。战印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接话，他们只能担心。而江城那边，凤家主并没有趁着夜深人静时就对海玲下手。管城那边来了人，是商家的大少爷。凤家主也很快就收到了消息，杜助理又来了，进了凤家主的书房。2个人在书房里商量着什么，别人一概不知。一夜再无话。隔天，江城又下了大雪。凤晴醒来时，首先看到的便是白色的天花板，鼻端充斥着药水的味道。这不是他的房间。是了，方瑶说送他去医院，现在他是在医院里吧？什么时候了？记忆回来，凤晴猛地坐起来，起得懵了。他还觉得头晕目眩的，一下子撑不住，又倒回了病床上。母亲给他下的到底是什么药？他昨晚都醒了，但还是头晕目眩，人也虚弱得很，很快就会昏睡过去。反正后来方瑶送他来医院的事，他都没有印象了。小姐，你醒了。病房里的动静惊动了躺在小厅沙发上的方瑶，他赶紧跳起来，几步便窜了进来，关心地问着凤晴，还伸手摸了摸凤晴的额头。还好，凤晴一直都不会发烧。昨晚送凤晴来医院做了一番检查后，又抽了血去检验，结果还没有出来。目前医生也不知道凤晴是服用了什么药，导致总是虚弱、头晕目眩的。方瑶也不敢说是家主给小姐吃的药，只能说是小姐误服了，不知道是什么药。凤晴睡了1夜，她就在外面守了1夜，同时也关注着凤家的一举一动，更知道管城那边也是立即加派人手过来，就连商家大少爷都亲自飞来了江城。管城的动作告诉了方瑶，海玲没有听凤晴的话离开江城，不愧是上任凤家的后代，勇气还是有的。换成自己的话，方瑶也会选择留下。离开了，只能一时安全，不能保证以后都安全，因为大患还没有解除，而他们想解除大患，又需要十足的证据。上任家主的助理虽说活着，也未必掌握到现任家主阴谋的证据。就算老助理说当年他被家主派人追杀，
可以从侧面证明家主心虚，家主还可以反咬一口呢。除非有更多的人证，证明是家主害了上任家主。方瑶，凤晴躺着舒服一点，她没有再勉强自己坐起来，捉住了方瑶的手。她着急地问：海玲怎么样了？我妈有没有做什么？我睡了多久？海玲还留在江城，照旧住在丰泽大酒店。家主什么都没有做，小姐就是睡了一个晚上。听到海玲留在江城，凤晴也没有太多的意外，说母亲什么都没有做，凤晴颇为意外。母亲连她都要倒了，不就是要抓着机会对海玲下手吗？她在短暂失去意识醒来时，明明听到母亲流着泪跟她说，要做些她看不过眼的事，不想让她牵扯其中。在那一刻，让她觉得老母亲对她这个亲生女儿还是有点母爱的，至少不想让她参与伤害海玲的事。但是只要母亲做了伤害海玲的事，她这个当女儿的也有负罪感，也愧疚呀。我妈真的什么都不做，是什么也没有做，不过杜助理去见了数次家主，也不知道他们俩商量着什么对策。方瑶拉过椅子，在病床前坐下，帮凤晴扯了扯被子。今天又下雪了，好大的雪。凤晴偏头望向窗外，是看到雪花飞舞。小姐很快便醒转，让我通知了海小姐，让海小姐有所防备，连管城那边都来人了。家主可能知道情况有变，所以改变计划也不是不可能的。小姐好好休息，不要想太多，你已经仁至义尽了，就是海小姐也不会怪你的。家主可是小姐的亲妈，小姐都选择了义，没有跟家主一条线，对得起管城那些人了。小姐饿了吗？我去给你打包早餐回来。你不说我都不觉得，你一说我便觉得饿了。凤晴说道：叫外卖吧，你现在不要离开我的身边。我现在这样子，随便一个人都能送我见阎罗王。他也想到了自己泄露了母亲的毒计，母亲知晓后怕是不会放过他的，说不定母亲真会派人来结束他呢。在母亲那里，凤晴不太相信虎毒不食儿这句话。方瑶温声应着，好。他掏出手机点了外卖，我打盆水来帮小姐洗洗脸。方瑶起身就要去打水，凤晴叫住他，我自己可以去。他现在也想上洗手间。方瑶折回来搀扶起他，见他蹙眉，忙说道：小姐先坐坐，在下地走动，免得动作太猛就头晕。凤晴嗯着，略坐了片刻，他才在方瑶的搀扶下走向洗手间。他还自嘲地说道：感觉我现在就像个80-90岁的老太婆似的，80-90岁的老太婆都比我强，像战家老夫人还能坐着飞机到处飞，替他孙子挑老婆呢。凤晴挺羡慕战老太太的，小姐到了战老夫人那般年纪，也能像她老人家那般硬朗的。小姐的身体底子很好，可能是从小被逼着做了太多事情吧，锻炼好了身体，不是练武之人，却底子很好。没有意外的话，以小姐的底子来看，活个80-90岁不成问题的。我可不敢想，就算真能活到那般年纪，也没有老夫人那么好命，儿孙满堂。方瑶，你在外面等着我就行，我不会有事的。凤晴不让方瑶扶她进洗手间，两个人还没有到那般亲密的地步。方瑶停下脚步，在洗手间门口站定，说道：小姐要是觉得头晕的厉害，要叫我。我能撑住的。凤晴关上了洗手间的门，方瑶就守在洗手间门口。数分钟后，却有人在敲着病房门。谁？方瑶低冷地问着。他带着防备走过去，透过门上的那透明小玻璃看到4个人，是郑华父子4人。方瑶这才拉开了病房的门，让父子4人进来。他淡冷地叫了一声郑先生，又朝郑一帆兄弟3人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了。对于方瑶的高傲冰冷，
父子4人都不在意，这些只忠于家主的助理，个个都是一个鬼样子，他们早就习惯了。方先生，郑华陪着笑脸，心里却憋屈得很。他好歹是家主的丈夫，但在这些当助理的人面前，他一点地位都没有，跟他们说话还得陪着笑脸呢。我们来看看阿晴，阿晴怎么样了？昨晚我们担心了一整夜，今天才知道你送阿晴来了医院，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郑华说谎，其实昨晚父子4人被家主一顿吼后，就赶紧离开了凤家大宅，之后留意着大宅里的动静，但见一夜都没有什么动静，除了姓杜的那个老东西去了几次之外，就没有动静了。郑华心里都嘀咕了，难道自己猜错了？还是凤月部的局挖的坑，想坑他外甥女、外甥孙女。方瑶淡淡的道：“小姐醒了，没什么大碍。郑先生瞧着比小姐伤得更重。”郑华讪讪的笑了笑：“我跟你们家主打架了，看到阿晴那样子，我担心。不管怎么说，我都是阿晴的亲爸，看到我女儿那样一动不动的，我一怒之下就跟他打架了。我不是你们家主的对手。”郑华有点不好意思的，随即又举起了手上提着的保温饭盒，对方瑶说道：“这么早，你们应该还没有吃早餐吧？我起了个大早，给阿晴包了饺子，煮好了给她送过来。阿晴有点喜欢吃水饺，韭菜馅的。凤晴觉得韭菜香，她吃饺子是喜欢韭菜猪肉玉米馅。郑一帆兄弟3个手上也没有空着，有提着水果，有提着营养品，也有保温饭盒，应该是连方瑶的早餐都给准备了。方瑶走向沙发，示意郑家父子4人将东西放在茶几上。小姐在洗手间里，你们坐坐，要喝水吗？方瑶像个主人招待客人那样，这让郑家父子心里很不舒服，却又不敢对方瑶怎么样。谢谢，我们不用倒水了，我们就是来看看阿晴。阿晴没什么事，我们也能放心回去上班。郑一帆语气淡淡的，他说不用倒水，方瑶还真的不给他们倒水。方瑶和他们没有什么话说，凤晴还在洗手间里，气氛一下子显得有点尴尬。好一会儿，凤晴才从洗手间里出来。阿晴，郑华起身，关心地看着女儿。爸，你们怎么来了？凤晴在洗手间早就听到了大家说话的声音，知道他们来看她是想看看她死了没有。她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过来，在单人沙发上坐下。方瑶很自然就起身站在她的身边，充当她的守护神。我们来看看你怎么样了？昨晚看到你一动不动的，可把我们吓坏了。你看看爸脸上的伤，手臂上的伤，都是被你妈打的。爸以为你妈怎么你了，要跟他拼了，可惜爸没用。郑华自责的道：“爸未能替你出口气，还被你妈暴揍了一顿。现在看到你没事了，我们也放心了。以后呀，你妈叫你吃东西，你都不要吃，连背部都不要碰了。你妈这个人心毒得很，对养大她的亲姐姐都能下毒手。她是个非常自私的人，其实只爱她自己。你们这些当儿女的温顺，什么都听她的，她还会给你们一点母爱。一旦你们跟她唱反调，她就会不客气的了。”郑华在儿女们面前大肆地说着凤月的坏话，也不能说是坏话吧，他说的都是事实。凤月就是非常自私的人，只爱她自己。爸，我没事，你和我哥哥们回去吧。爸好好的养身体，没事不要去打扰我妈了。凤晴心里清楚，父母亲已经成了仇人的，不离婚，一是他们年纪太大了，二来是父亲舍不得凤家带给郑家的好处。父亲觉得他牺牲了婚姻几十年的自由，就是为他的家族换好处的，不能老了反而什么都失去，所以这对老夫妻就这样过着。知道了，我就算有事也不敢去打扰他了。那就是个疯婆子，反正他心爱的男人还活着，并且回来了，他现在眼里哪里还有我呀？
郑华这句话有点酸酸的。爸，凤晴严肃地叫了一声，郑华便不说话了。静默几分钟后，又说道：阿晴，爸给你熬了点补汤，你快趁热喝了。今天下雪，挺冷的，你要注意保暖，多穿2件衣服，别要风度，不要温度。凤晴说道：大清早的，我不想喝补汤，爸受了伤才要补，爸提回去吧，我不喝。我已经让方瑶叫了外卖，我早餐就喜欢吃清淡点的，喝碗白粥，吃只包子就行。爸还给你煮了水饺的，是韭菜馅的。郑华不死心，想劝凤晴吃他送来的早餐，外卖吃多了不好。郑华说道。凤晴不为所动，坚持要父兄把带来的东西都带走。万般无奈下，父子4人只得将东西都带走。父子4人出了病房，远去后，郑一帆扭头看了看，确定方瑶和妹妹都没有出来。他低声对父亲说道：爸，怎么办？妈交代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没有完成，能怎么样？你直接告诉你妈就行了，说阿晴不肯吃，阿晴对我们向来没有信任感，让我们给阿晴送早餐过来，她会吃才怪呢。经昨天的事，阿晴怕是再也不会碰我们给她准备的食物了。郑一帆头痛的道：也不知道我妈葫芦里卖什么药，一点都不肯泄露。爸的分析也不准，我妈并没有对海玲动手，不过管城那边是来人了，商家的大少爷，也是我大姨那一支的后代。爸，你说我妈会不会是故意的，故意放出风声去要对海玲下毒手，让管城那边的人获知，担心海玲的安危，然后都跑过来，妈再来个一锅熟炖了。他倒是没有想到这一点。沉默了片刻后，郑华说道：我也不知道，你妈做什么我们很难猜透，她的心思9曲18弯，不好摸透。管城那边倒是厉害，这么快就收到风声，安排人过来支援海玲了。郑一帆兄弟3人都不说话，他们并不知道是凤晴昨晚让方瑶给海玲通风报信的。一帆虽说现在还没有发生什么事，爸的猜测不会错的，你们还是先离开市中心，回咱们的老家去，等会儿就跟你妈说。郑华懒得再去猜测老七葫芦里卖什么药了，先保住自己的儿孙再说。爸，你看你就是杞人忧天，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郑一帆兄弟3人都不想离开。爸不是杞人忧天，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还把我当爸的，就听爸的安排。爸，我回去跟妈说说我离婚的事，先走了。郑一帆找了个借口，先一步离开。他2个弟弟也各自找借口走了。郑华气得半死，又拿3个儿子没有办法。既然3个儿子舍不得繁华的江城，那他只能先把几个孙子接走，带回老家去。这样想着，郑华便打电话给儿媳妇，除了长媳没有联系。长子的儿女放寒假会跟着长媳回娘家，两夫妻又在闹离婚，孩子估计会选择妈妈。这样子就算凤家易主了，对孩子的影响也不大。所以郑华只带2个小儿子的孩子走。2个儿媳妇没有想那么多，正在为寒假到来，孩子在家里吵闹头痛呢。既然公公说要带孩子们回老家过寒假，他们求之不得，便将孩子送到郑华身边，让郑华带着孩子们离开了江城市中心。海玲的办公室里，他端了2杯咖啡出来，走向坐在沙发上的商无痕，将其中1杯咖啡递给商无痕。表哥，喝杯咖啡。谢谢。商无痕接过了那杯咖啡，道了谢。咖啡还滚烫，他放下了咖啡杯。海玲刚想坐下，内线电话响起，他过去接听。海总，凤家主来了，他说想见你。凤家主来了，让海玲精神高度集中了1个晚上的人，1个晚上都没有动静。海玲还在和商无痕分析着凤家主的心思，没想到凤家主就来了。看看时间，不过是上午9点多。
让他进来。凤家主都赶来找他，海玲也不怕见他。秘书得到了答复，便挂了电话。数分钟后，秘书敲门而入，进来告诉海玲和商无痕，凤家主到了。接着秘书请着凤家主进来。凤家主谁都不带，自己进来的，也不是谁都不带，他的助理以及一般保镖被阿七等保镖拦下，不允许他带着那些人走进海玲的办公室。在他进来之前，阿七还盯着他的外套、衣袋以及裤都看了看，不鼓，想来没有藏着手枪之类的凶器，阿七才让凤家主进来的。凤家主是想过亲自动手当面射杀海玲的，他私藏有枪支这件事，除了他的助理杜先生，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凤晴他都不说，他知道亲生女儿还有着良知，三观颇正，若是知道他私藏有枪支，说不定会大义灭亲呢。那样的话，就是别人笑都能笑死他，笑他是报应栽在亲生女儿手里，就是昨晚他都栽在亲生女儿手里了。凤晴明明喝了水，哪怕只喝了一口，他放的药量大，足够让凤晴睡上几天的。谁想到方瑶带凤晴走后不久，海玲那边就收到了消息，紧接着商无痕连夜飞江城，凤家主便知道是女儿给海玲通风报信了。方瑶带走凤晴后，又不是带凤晴回家，而是去了医院，等医生查出她用了什么药后，对症用药，凤晴很快恢复如常。她让丈夫和儿子们去看凤晴，给凤晴带了早餐过去，并让他们在早餐里放了安眠药。只是凤晴不上当，不吃他们送去的早餐。凤家主在心里叹口气，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是得到了报应，女儿跟他不是一条心，还有大义灭亲的行为。他想真和外甥女他们撕得鱼死网破时，能送走他的怕还是他的亲生女儿。若是凤晴从小在他身边长大，他早就将凤家的一切交到凤晴手里，他退休下来过着含饴弄孙的日子了。风声走漏了，凤家主和杜助理一商量，他有两条路走，要么继续等着真相被揭露后，他公开跟外甥女决一死战，要么现在就当面射杀了海玲和商无痕。在进了海玲的公司后，凤家主最终将带在身上的小手枪留在了车上，没有带下来。海玲防贼似的防着他，就算他想开枪，怕是也无法一枪就打死海玲。果然，进办公室之前，海玲的保镖团不许他的人跟着进办公室。那个叫阿七的保镖，锐利的眼神还往他身上扫，像是担心他身上藏着枪似的。那个阿七曾经是战印的贴身保镖，海玲来了江城，战印就将自己身边最给力的保镖给了大姨姐。凤家主有点庆幸自己临时改变了主意，老杜说他去雇佣兵，换个身份，化个妆，在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下，混入江城，找个机会干掉海玲和商无痕。到时候管城那边来一个人，就干掉一个，来一双就灭一双。就算到最后他们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他们能干掉那么多人的话，也是赚到了。主要凤莹小姐两个外甥女以及她的亲女儿都不在了，那么就算家主被判死刑，凤家还是落在家主这一支的手里。凤晴小姐不知道他们的计划，属于不知情。凤晴小姐可以接管凤氏一族，家主想与管城那边撕个鱼死网破，主要是不甘心自己经营了几十年的凤氏交还给长姐那一支的后代手里。凤家主就等着老杜办妥这件事了。这几天他还要做点事，让管城那边紧张兮兮的，然后他那个大外甥女就会带着那个男人飞过来，等人齐了就可以一锅熟炖了。海玲，你的那些保镖守在你的办公室门口，这是把我当成贼来防吗？凤家主进来就说了海玲两句，我是你的姨婆。凤家主强调着自己长者的身份，他看着海玲和商无痕，
你们表兄妹俩没长嘴吗？姨婆来了，也不打招呼，不请姨婆坐下。海玲淡冷地指了指一个位置，那就请姨婆坐。哼！凤家主自顾自地坐下，说道：“你爸妈早死，没有人教你就算了。商无痕，你可是商家的大少爷，也不懂礼数，是你不把我这个姨婆放在眼里，还是你们商家家教不好？”商无痕不接话，他起身，很快就去给凤家主倒来了一杯温开水。他将那杯温开水放在凤家主的面前，沉声说道：“我给凤家主倒的水，敢喝吗？”凤家主抬头看着他，心里有着嫉妒。为什么别人生的儿子总是那么优秀，自己的儿子就是比不过别人的儿子？他虽说重女轻男，但对3个儿子的培养也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思，到头来只能依赖着凤氏生存。他们出去创业总是亏损的居多，经常要他这个当妈的给他们兜底。我不喝白开水，没有味道。凤家主敛起了视线，淡淡的道：“你们俩叫2声姨婆，让我听听。凤家主把自己摆在我们姨婆的位置上了吗？长者不辞，为老不尊，小辈也就不敬。”商无痕坐回自己的位置上，他的话让凤家主脸色很不好看。他是不将这些小辈当成亲戚来看，是敌人呢。他恨不得将这些小辈来个团灭。海玲也是淡淡的道：“大家彼此心知肚明，就不必在这里装亲戚了，哪怕我们真是亲戚。但是凤家主可没有把我们当成亲戚来看待，恨不得团灭了我们呢。凤家主就是去了管城，在他大姨面前，都是不将大姨当成亲戚看待。大姨还是凤家主的外甥女呢。他们这些跟凤家主又隔了一代的小辈，凤家主更是目中无人，而且都要撕破脸的关系了，又何必假惺惺呢？凤家主讲亲情的话，几10年前就不会害死自己的姐妹。要不是凤家主的心狠手辣，海玲姐妹俩也不会有10年的不幸。对我们来说，凤家主也不是长辈，是敌人。海玲强调了敌人2个字。凤家主冷声说道：“你们都是我长姐的后人，我长姐最是讲究的，让她知道她的后人这般素质低下，不尊长者，她9泉之下都难以安息。我外婆没有见过我们，也没有教过我们，我们长成什么样子倒与她无关。倒是凤家主由我外婆抚养长大，她最是讲究教出凤家主这种狼心狗肺、忘恩负义之人。我外婆是凤家主的长姐，也算是长者了。敢问凤家主尊重我外婆了吗？我外公外婆是怎么死的？我小姨婆又是怎么死的？你心里没个数？害死他外公外婆一家子，害得他大姨和母亲小年纪便亡命天涯，最后流入孤儿院。母亲的悲惨命运都是因为眼前这个无情无义、狼心狗肺的老东西害的。海玲看凤家主的眼神全是恨意，想得到他尊重。呵呵，做梦去吧。仇人相见，那是分外眼红，有谁会尊重自己的仇人？凤家主沉默不语，在别人面前，若有人说他害死了姐妹，他肯定会大耳光抽过来，再嚣张地说要告他们诽谤。但在海玲等人面前，他没有这个底气叫嚣了。管城那边已经有证据，凤月做梦都想不到，事情都过去了几10年，真相还是会有曝光的一天。也想不到2个外甥女，就算脱离了原生家庭的支持，依旧能凭着自身的能力爬起来，让他们重入豪门，有更多的豪门大族给他们当靠山。命好的始终是命好，不知道凤家主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在凤家主沉默不语时，商无痕沉声问道。凤家主对上海玲满是恨意的眸子，觉得这个外甥孙女身上有点长姐的影子，她这是一辈子都得活在长姐的阴影下吗？海玲，我说我来杀你的，你怕吗？海玲眸子闪烁，老实的答道：怕呀，谁不怕死啊？难道凤家主不怕死？
不过我知道你不喜欢做亏本的生意，就算你很想现在就杀了我，还会忌惮着我背后的人脉会将你在乎的人团灭了。你想将我们团灭了？凤家主竟然哈哈地笑了起来。不愧是我大姐的外孙女，有着我大姐的聪明、沉稳、胆量。海玲收下凤家主对她的夸赞，说道：谢谢家主的夸奖，我是我外婆的后人，自然是像我外婆的。不过我也有不像我外婆的，我外婆养大的妹妹对她不好，我不一样，我养大的妹妹对我极好，从来没有害我之心。她父母双亡时，彤彤才10岁，她15岁，在亲戚们都不愿意伸手援手，姐妹俩又被爷奶叔伯赶出家门时，她只能以稚嫩的肩膀挑起了抚养妹妹的重担。她养大妹妹跟外婆养大2个妹妹颇为相似，不同的是结果，外婆死于自己养大的妹妹手里，她却得益于妹妹才有今天。海彤也绝对不会做对不起姐姐、伤害姐姐的事情。凤家主的脸色又难看至极，他忍不住冷声质问：海玲，你有证据证明是我害了你外婆吗？你一个小辈，老是在我面前指指戳戳的。海玲冷笑，凤家主听到我钟爷爷还活着的消息，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难道那不是心虚？你老大概是想不到吧，当年你派出那么多杀手追杀我钟爷爷，我钟爷却被高人所救，那几个高人也是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人，他们说的话不会有人质疑，公信力100%。钟爷，凤家主先是恍惚，后就明白了。是了，他的2个外甥女小时候都喜欢叫他钟伯的，因为他大姐跟2个孩子说，最忠于自己的便是他，2个孩子就叫他钟伯钟伯，叫到最后大家都叫他钟伯或者钟叔了，他的真名反而没有多少人能记住。凤家主在心里自嘲着，大概只有他还记得他的真名吧。他还好吗？忆起往事，凤家主神色都缓和了很多。不等海玲回答，随即又呵呵地笑道：既然你们有足够的证据，就叫你大姨拿出证据来，我倒想看看你们手里头有多少证据能证明是我害了我姐妹的。海玲，我告诉你，我臀下坐着的椅子，除非我让出来，否则谁都抢不走。我只会将一切交给我的女儿，若是我女儿真不想接手，我也可以在族里尽知，挑一个优秀的女孩子接班。意思就是挑族中尽知的人都不让海玲接班。